为什么像美团、拼多多这样子的平台公司，一边被商家和骑手抱怨，一边却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呢？这种撕裂背后隐藏的是平台经济的 A、B 面。为了看清楚本质，先讲一个故事。下个月你要去参加同学会，儿时的女神高小青也会来。你觉得自己需要做一件新的衣服，打算去熟悉的裁缝店去定制。老板王富贵说，一件衣服10块钱。你全款支付。在这个小故事里边，你是消费者，王富贵是生产者，你们供需双方直接对接，不依赖任何的第三方。这就叫做单边市场。你和王富贵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交易简单又直接。但是世界很快就变得复杂了。同学会开始了，你终于见到了高小青，你俩是相谈甚欢啊，约定了下次见面。你打算下次见面的时候送他一个礼物，送什么礼物好呢？你决定去小商品市场看看。来到了小商品市场，你发现有许多的商家，商品是琳琅满目啊。你找到了香水区，选中了一款香水，老板说付钱了再给你邮寄。这个老板他不是王富贵，你并不熟悉，便开始担心，假如我付钱了，你会不会不给我货呀？万一我收到货了，质量有问题，该怎么办呀？这个时候，市场管理员走了过来，说：“这样子吧，把钱交给我，我来做中间人。”于是你把钱交给了管理员。这个环节就是支付宝的雏形。市场管理员在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交易，打破不信任，包括信息、商品、服务、金钱等等。管理员自己不介入生产，我们把这种叫做双边市场。所谓的平台经济，本质上就是双边市场，它链接供需双方，但是自己不参加生产。比如抖音自己不生产内容，拼多多自己不卖货，美团自己不做饭，携程自己不开酒店，他们都是市集，靠广告和佣金为生。这些数字平台扮演起了超级管理员的角色，他们不仅是撮合交易，还要制定游戏规则。在法律的范围内，平台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理论上，佣金他想要多少，他就可以收多少。但是，假如他收50%的佣金，那就没有人陪他玩了。那假如收5%的佣金呢，会有很多人陪他玩，但是他会嫌赚得太少。股东们也不高兴啊，所以平台一定会选择一个让商家并不高兴，但是只能无奈接受的佣金比率。在王富贵裁缝店那个单边市场里边，你和他是对等的，价格、下单、付钱、拿货，全部靠彼此双方之间的信任。你有选择别家裁缝的自由，他也可以拒绝你的订单，关系非常简单，权利非常清晰。但是当你进入了双边市场，也就是平台，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。我们接着讲故事，你觉得送香水太普通了，想送点更加特别的。你在平台上发现了有一个定制的木雕店，价格很便宜，而且还包邮。你下了一个订单，几天之后收到的却是一个粗糙的木块，你气得直要命，点了仅退款。平台很贴心的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们先把钱退给你了。你作为消费者，自然是要满意的。”但是商家这边却崩溃了，我花了钱买了原材料，花时间雕刻，还包邮，到头来1分钱没有赚到，还要倒贴给物流。那平台就一句保障消费者，就把风险全部转移到了商家。你说气人不气人啊？很气人。这就是平台经济的 A、B 面，本质就是权力的倾斜。平台表面上是规则的制定者，实际上是利益的分配者啊。它要确保消费者留在平台，因为人气等于流量，流量等于钱，所以它更倾向于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。但是它又要向商家收佣金、卖广告位啊，所以它不能够完全忽视商家的感受，但是也不会真正的站在商家的那一边。就像是对外卖小哥超时罚款也是一样的逻辑嘛。那为什么资本市场那么喜欢呢？因为单边市场的交易它是线性的、一对一的，很难做大，而且又很慢。双边市场一旦成型，就是指数级的增长，而且具备天然的垄断能力。用户越多，交易越频繁，数据越丰富，价值就越大。这种规模护城河是资本市场最喜欢的确定性和高天花板。
其实 WTO 它也是一个平台，链接出口国和进口国。它自己不种粮食，自己不造车，自己不卖衣服，只负责制定规则，解决争端，降低交易壁垒，让全球各国在相对公平的框架内进行贸易。但正如仅退款时小商家们的抱怨是一样的，全球化也逐渐暴露出结构性的不平衡。规则一旦失衡，单边主义就会抬头。于是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国家开始加征关税，绕开 WTO 的多边机制，试图以美国优先的姿态重新分配贸易利益。这种做法就像是消费者不满意平台规则，干脆直接私下找商家谈判是一样的。我们称它为单边主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想玩平台的游戏了，我就单方面去制定游戏规则了。看到没有，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国际贸易，平台加规则的结构一旦失衡，就会引发单边主义的反弹。有人说，那我们也学学特朗普，回到单边市场吧，不要平台这个中间商赚差价了呗。糊涂，太糊涂了。平台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。在传统经济当中，供需双方完成一次交易需要投入的大量时间、精力、人脉资源去建立信任，完成交付。而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把商品、服务、信用、评价、支付、物流等等环节去打通了，让交易变得更加的简单。打通了信息流、资金流和物流，而流动的本身它就是经济啊，更是某种机会的平权。如果没有各色各样的平台，普通人是很难有出路的。不要说是阶层固化，就算是小生意也是很难的。举个例子，你想去摆摊，城管要不要管？后来你的摆摊生意做大了，要连锁摆摊了，那上面要不要有人？逢年过节要不要孝敬？地痞流氓来了，要不要请客吃饭？平台看似是权力的集中者，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也是打破传统权力结构的人。假如做电商，它不需要你认识谁，也不需要你有什么背景，只要你可以玩得转平台的规则。假如做博主，也不要你有什么背景，只要你的内容足够的有趣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平台让别人骂得很厉害，它仍然在改变无数普通人的命运。当然问题也是有的，屠龙少年也会变成恶龙啊，他们变成了新的权利。在没有监管、没有对手的情况下，平台是会越来越霸权的。我们当然不能倒退到王富贵裁缝店的单边市场，但是也不能无条件的相信平台它会自我修复啊。一方面是监管，谁来为这些超级管理员制定规则呢？谁来监督他们的权利边界呢？另外一方面是市场，当出现一条鲶鱼的时候，不是出于道义，不是出于竞争，比如京东杀入外卖圈，饿了么就率先提出取消超市处罚了。这就是进步。好了，说的差不多了。投资者看的是确定性、增长、护城河，而大众看的是生计、公平、尊严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未来平台经济真正的竞争，早就不是谁跑得快、割得猛，而是谁能建立更加持久、更加有温度的秩序了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这篇稿子的构思是发生在凤凰古城，换了一个地方写稿。再见。